各位，中国的司法界真的是该清理了呀！中国苏州又出了一个王浩式的女法官，她判呢，法国奢侈品品牌 LV， 没错，就是那个卖包包的，告中国本土的一家珍珠奶茶店啊，那个叫什么茉莉奶白吧。那位说一卖包包的把一卖奶茶的给告，他告的是什么？就告的是那个 LV 不是有一个那个十字花的图案吗？这个奶茶店在那个纸杯上用了这个图案了，中国这个女法官就判这个奶茶店赔这个 LV 侵犯注册商标，判1000万人民币。此事一出呢，中国的网络都炸了呀。LV 你身后空无一人啊，登上了中国的热搜榜首。网友一致认为茉莉奶白好喝，线下的店铺里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外卖小哥一天要接到50多个订单。有人戏称 LV 打赢了官司，却输掉了民心。但是这个事情可不是这么简单啊，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事儿可大呀。为啥呢？这不是第一起啊。南京的一家一家叫什么呢？平价古风的餐吧，墙上挂了手绘的花，网购了一批有花纹的餐具，就是这些花让老板呢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LV 告他商标侵权，理由是他店里的4叶草纹和菱形的格纹和 LV 的老花长得像，一审判赔下来，赔6万。老板说那面墙的成本才2000块。还有现在发生的奶茶店1000万创了赔偿的新高，算上这一起 LV 在国内已经拿下了3连胜。在此之前他还起诉过一家鸭血粉丝汤店，一家古风餐吧，全赢了。同一时期 LV 在欧美日本打过的同类的官司全他娘的输了。欧盟法院甚至直接废除了 LV 棋盘格的单独的商标，理由很简单，花卉方格属于通用装饰图形，不能由一家公司独占。美国法院持相同的态度，认定跨行业的小幅借鉴不构成混淆侵权。日本的知识产权法庭判同样没有支持 LV 的诉求，唯独在中国3战全胜。LV 呀，在中国呀已经是疯了，他把他的老花图形在餐饮、家居、日用品等全部45个门类的商标都注册完了。现在呢，他下沉到中小门店、区域连锁，你只要是用他那个全批量起诉。那位说替他起诉的是谁呀？是北京的一家原来中国司法部援助中心改的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这个下边的地方法院没人敢扛，你说这有多荒诞，朋友们啊！这个事儿让中国的企业没有立锥之地了。问题是中国的餐饮文创行业都有一个长期习惯，店里的包装门头餐具直接使用中式传统的宝相花4叶吉祥纹，这样的纹样流传了上千年，大家默认这都是属于公共资源啊，诸位，谁都可以用啊。这次的这个苏州的女法官给出了一个新的司法导向，哪怕原型是中国上千年的传统纹样，只要视觉上高度复刻了外资品牌的改良定型的图形，就会被认为侵权，要赔巨款。法庭的审理只对比双方注册商标的视觉近似度，不考虑纹样的文化归属，花样花纹源自中国，无法作为抗辩的理由。
市场上大量的中小门店公司没有专业的法务，没有设计的预算，只是简单的借鉴了对称的花卉图案，就可能面临数十万上百万的赔偿。怎么办？中国传统的这些吉祥的花纹图案全自己不能用了。苏州的这位女法官啊，那么人民币上的那个四叶草图案是不是也得让那个法官，是不是你问问他，是不是人民币也得改啊？这个事情太严重了，各位，中国的司法界早就应该清理了，朋友们，要严查司法买办，清除资本打手，绝不让西式的歪理摧毁中华法系与人民的公平。当下的中国法治领域暗藏着一股极其危险的西化的逆流，部分司法从业者，所谓的法学家，西式体系培养的法官，公然抛弃天理、良知、正义、善恶底线，他们大肆散播极端的谬论，宣称审判不需要正义，不需要人性，不需要感情，不需要道德，不分好坏，不分对错。他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机械的照搬西方的法律条文，为西式法理马首是瞻。这套说辞真正的本质根本不是专业，而是彻底的去人性化，彻底的去人民化，彻底的工具化。这群人早已沦为西方资本安插在中国法治体系内的职业打手，以法律为武器，制造对立，煽动矛盾，搅动混乱，靠撕裂社会，损害国家与人民利益，从中牟利，坚决必须清查，严厉整治。抛弃人性良知的西式审判逻辑，是对中国司法本质的彻底的背叛。司法之本在于扬善惩恶，匡扶正义，守护百姓，安定世道。中华法系传承千年，始终秉承天理国法，人情合一，善恶有判，是非分明的核心的精髓。可如今部分学法之人，身居审判岗位的法官被西式法理彻底的洗脑，他们刻意割裂法律与道德、法律与良知、法律与公序良俗的关系，荒唐的声称审判一旦有感情、有道德、有是非，就会被律师绕进去，影响结果。这套说辞纯属本末倒置，居心叵测，没有人性，没有良知，不分善恶，不问对错的审判根本不是司法，是冷血的规则屠宰。连人的基本价值判断都主动舍弃的法官，早已不配为人，更不配手握审判权，裁决百姓的对错，定夺人间的是非。所谓的纯条文审判，本质就是刻意的剔除正义，方便资本操控，为资本凌驾公道铺路，把法律做成资本生意、公权买卖，彻底背叛了人民的立场。就是 LV 请的这个所谓的北京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批量的起诉中国的这些弱势的中小企业，这帮人真的是中国司法部的标杆的所谓的律师吗？这批西化的司法买办早已经彻底的背弃了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在他们手中，神圣的司法不再是守护人民的武器、公器，而是可以随意左右倾斜、待价而沽的谋利工具。他们没有固定的底线，没有是非标准，没有人民立场，唯一的规则就是谁资本雄厚，谁后台过硬，谁利益输送到位，就判谁赢。正义可以交易，公平可以出售，法理可以曲解，中国老百姓的权益可以随意牺牲。法律本是普通群众最后的靠山，最后的底线，最后的正义防线。但是在资本打手式的法官的操作下，法律沦为收割百姓、庇护资本、欺压弱势的生意。当公平正义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当司法变成资本逐利的工具，普通人民群众再无维权渠道，再无公道可言，社会主义
公平正义的根基被严重的侵蚀，肆意的践踏了。中国的网络大 V 向立刚说，这件事去找苏州中院，是哪个法官判决的，是基于什么样的法律，对吧？全世界都这样，三星告苹果在韩国都是三星赢，苹果告三星在美国都是苹果赢，只有在中国法官派外国的企业赢，不知道这个法官是从哪里学的法律。西式的考核体系制造劣币驱逐良币，逼良为奴，豢养买办打手。当前中国法律行业最大的乱象就是全盘照搬西方的律师考核准入晋升体系，形成了一套逆淘汰反良知为资本服务的畸形生态。真心心怀国家坚守中华法系有良知有底线愿意为民发声的法律人，因为不愿意从西式的歪理，不愿意替资本站台，不愿意践踏公道，最终无法取证，无法从业，无法入职，无法上位。反观那些彻底的抛弃良知，全盘西化，为资本侍从，甘愿做西方附庸的从业者，却能得到资本的扶持，体系的接纳，快速的晋升掌权，这就形成了极其恶劣的行业现状。有良心的上不来，上来的没良心，守正义的没出路，当打手的有前途。这套西式的考核体系本来就是筛选买办豢养傀儡，持续输出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司法帮凶。商标碰瓷儿是赤裸裸的文化战争，西式的司法正在锁死中华的文脉。近期国风的纹样被境外的资本恶意起诉，碰瓷儿围剿的事件绝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而是一场利用西式法律发起的文化围剿、文明打压、主权的博弈。境外势力利用中国的商标法的漏洞，恶意抢注囤积中华传统的纹样、传统的符号、国粹的元素，注册之后长期空置，从不经营，专门用来职业碰瓷儿、恶意诉讼、敲诈勒索国内的国风企业，打压本土的文化产业。而部分被西化思想深度渗透的买办女法官、西式法官，机械的套用西方的法条，无视中华的文化主权，无视民族的文脉传承，无视本土的企业权益，做出偏袒境外资本、打压中华文化的荒唐判决。这已经不是司法判决，是借法律之手绞杀本土文化，锁死华夏的文脉，摧毁文化自信。任由这种乱象持续，老祖宗流传的千年文化符号、传统纹样、文明印记都会被西方资本用法律手段私有化、垄断化、霸权化，中华民族将彻底失去文化话语权与传承的主动权。中国的法律漏洞必须紧急封堵，坚决斩断资本碰瓷儿司法的祸民的链条。国家文化的安全、法治安全、人民利益的安全不容漏洞失守。现行的商标法存在着严重的短板，空囤空置、囤标、恶意抢注、躺平碰瓷儿、合法掠夺的漏洞已经成为西方资本打压中国文化、收割中国市场、欺负中国百姓的利器。对此必须立刻整改，强力完善制度，彻底杜绝商标空置套利的乱象，明确立法规定，注册商标半年内没有真实的经营，无法实际使用，没有产业落地的自动失效，予以撤销，彻底封死囤商标碰瓷儿资本讹诈的灰色产业链，全面保护中国传统的文化纹样、传统符号、非遗元素、国粹标识列为民族文化保护资源，禁止境外的主体恶意抢注、资本垄断。凡是境外恶意抢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商标，中国一律不予承认、不予保护，全部清零，坚决捍卫民族文化主权，全面清查司法队伍中的西化买办、资本打手，严查偏袒外资、打压国货、践踏文脉、损害人民利益的错判、乱判的案件，从严追责，正本清源。中华的法系贵在天理人情，颠倒分明天理人情，善恶分明，为民而立，为公而治西式的资本司法重在冰冷的条文，利益至上，黑白颠倒，无霸权。
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司法歪路，坚决清除法治队伍里的买办傀儡与资本帮凶，坚决叫停践踏中华法系精髓、损害人民公平、摧毁民族文脉的恶劣行为。司法必须回归人民，回归正义，回归良知，回归中华正道，绝不允许资本操纵司法，绝不允许西式的法理绑架中国的法治，绝不允许任何人用法律武器打压中国文化，侵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应该进行司法大清理了。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